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期完全测评将用1000多的成本带你看所有的赛文 SHF。如果说最近你正在考虑入手赛文奥特曼的 SHF 的话，这期视频一定能帮到你。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哦，对，头皮500速更下期。我们首先肯定要看到这个普通版本的赛文 SHF， 这个是我1年前做对比视频的时候买的，脚底一个三角形的，当时最新的再版。这款在去年我们就吐槽过了，它的脸怎么可以这么黑？整个脸部以及胸口的这个太阳能板所采用的这个银色的漆面选的非常暗，导致这款赛文看起来真的像黑鬼一样。因为这个底漆非常暗的缘故，整个眼睛部分的发色也跟着暗了下来，看起来就像是没睡醒一样。这个赛文的这个发色表现真的是非常难受啊！如果你刚入坑 SHF 的奥特曼，买了一只真骨雕的初代，想要再买一只赛文来搭配，正好买到了这个版本的赛文。我想你收到货的这一刻，一定会觉得天塌了！我去，这色差也太大了吧！万代你在干什么？这款你拿它搭配奥特兄弟也会非常明显的不合群，简直就像妄想赛文混入了奥特兄弟里面一样啊！这个赛文素体在奥特兄弟中，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拉的那一档了，可东西非常一般啊！这个大水桶腰各个地方都转不太动，脑袋以及脖子部分和身体连接处的把玩体验真的非常差，组合度很低，转起来一点都不丝滑，而且你用力大了的话，还会把它整个脑袋给掰下来。产品里面还额外附属了一个冰斧，这个冰斧和脑袋上自带的那一个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当做是一个备用冰斧。这点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挺良心的。然后里面所附属的这个艾梅利姆射线所采用的是这么一个黄色的样式，据说还有一个绿色样式的，这款产品就没有兼顾到。安装的时候需要把连接用的手芯提前给它替换上，再把特效键给它整根插进去，装上去以后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还是蛮不错的。里面所附属的这个极速射线，平心而论还原度方面还是可以的，装在人偶上面效果也还算是不错。但是坏就坏在这个极速射线的模具在太多赛罗产品线里面被沿用了，看多了以后真的是让人感到审美疲劳。那么这款赛文的 SHF 我1年前买它的时候只要200多，现在也是涨了100块，现在要300多才能购入了。当时买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啊，老牛你去买出版的赛文 SHF 那个脸不黑。那么好，我也是收了一只红标出版的赛文。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下它与经历过7次再版的黑鬼赛文有什么区别吧。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再版赛文的发色表现，而这就是2017年发售的出版赛文了。哎呦，这下认识了，这不涂的挺好吗？万代，你自己看看再版涂的是个什么样，再加上再版这个模具已经用了整整8次了，模具走形非常严重，整个再版的脸看起来像是吃胖了一样。这个出版发色表现确实不错，但是价格方面也是要比再版贵上个小100。同时出版这个玩意儿有个毛病，就是腿部侧踢的可动性非常差，可以看到根本踢不上去，这点还是非常影响把玩体验的。而后续的这个再版就修复了这个毛病。那么综上所述，出版的这个外形确实是发色要更加好看，但是更贵的价格以及更垃圾的素体估计是会劝退不少人，所以各位就视情况来购入吧。那么下面一款又到了我们的勾石彩透环节。哎，这个盒子看着眼熟吗？没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彩透泽塔、彩透特利迦同一弹的产品。算上这款彩透赛文，我们 ABC 厂就都齐了。那么我们来简单过一下这个彩透版本赛文的外观吧。该说不说，其实这款彩透赛文我觉得效果意外的还行，因为赛文身体部分没有复杂的花纹，大面积的颜色也是非常统一的红色，不用像泽塔以及特利迦一样为了还原花纹还要在彩透的外形上加一些涂装。这款赛文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里面的内构，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脸上以及胸甲的银色漆面发色真的非常亮，你可以把它的脑袋给拔下来，然后表演一手街头霸王。把它给再版的赛文用这样子，就是脑袋部分与身体部分有些色差，不过我认为整体的效果还是要比原版那个黑头好看多了的。就这个彩透部分的窥孔点的像个傻逼，与原版的窥孔对比一下，这个窥孔看起来就很睿智。然后彩透部分一贯的偷色问题，就比如说胸口太阳能板上面小方格里面的涂装，以及小臂小腿部分的花纹都有所省略，但是总体而言算是无伤大雅吧。哦对，这款产品最傻逼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和之前的彩透产品一样都是阉割手型的，但是它把握持头标的手型给阉割了，这就真的很蛋疼了。头标能拔下来，但是没有手型握。但是目前来说，这款彩透赛文是最便宜的一个赛文了，100多块钱就能买到，算得上是原色赛文的一个低价平替吧。那么下面一位彩透环节结束了，该轮到我们电镀环节了。没错，它就是我们的赛文55周年版本，或者叫它电镀赛文。
内容物方面差不多就是这些，可以看到除了3对手型以外，就多给了一个披风，以及说一个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赛文55周年地台，这与电镀赛罗里面给的那个10周年地台是一样性质的。这边防止各位没看过往期视频，再说一下，它这个所谓的电镀呢，只不过是电镀色的涂装，并没有说是用电镀工艺做的，就是喷了一层金属漆和一层光油而已，整体给人一种反光的质感啊。这个电镀的名称也是大伙儿觉得顺口就叫了。这支整体的一个发色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赛文整体的一个涂装真的太简单了，所以说也没有啥溢漆、出界漏涂之类的大瑕疵。整个眼睛部分的发色也挺正常的。至于里面所附属的披风嘛，万代做的奥特披风你知道的呀，边缘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然后就没有啥优点了。哇，真的跟奥特大棉被一样，一定要把披风这玩意儿做的这么厚吗？万代。那么下面一款，这个应该说是什么美漫版的这个赛文 SHF。这款还原的是那个漫威漫画里面的赛文奥特曼，盒子的封面都是在致敬漫画的峰会。这款我记得去年还要600-700，现在300左右就可以拿下了，而且还是全新未拆。内容物方面和其他换色版本的赛文一样，都是阉割了备用头标啊、特效键啊，就保留了几对手型。这款身体部分所采用的是一个光泽红的涂装，与原版的那个消光的皮套质感区分开了。同时原版身上银色的线条也被改为了这种机甲白色，脑袋以及胸部的银色部分也是非常有特色，在边缘位置加入了一些非常淡的蓝色涂装，这应该就是想还原漫画中的阴影效果。远看确实不怎么明显，但还挺有层次感的。我们拿它和原版赛文的配色对比一下，各位会更喜欢哪一个呢？当然我知道你们最在意的还是这玩意儿能不能代替原版的赛文来搭配奥特兄弟啊，漫画和皮套风格的差异会不会很明显？风格差异的话是肯定有的，但是明不明显这点比较看个人，我觉得还算是 OK 吧。远看的话其实看不出什么，比再版的黑脸赛文还是要强太多了，起码是能融入进去的。另外我这只不知道是中奖还是通病，它这个腰挺不直，花纹永远是歪的，真的是逼死强迫症啊。那么这款漫画版本的赛文呢，我觉得喜欢这个配色的还是可以考虑入一下的。虽然说配件玩法方面少了很多，但是现在的价格也是除了彩透版本以外最便宜的赛文了。那 OK， 那么看完这期赛文的完全测评，你应该能理解大伙为什么对于赛文真骨雕这么执着了。目前 SHF 确实没有一款很完美的赛文啊，明明这么高人气的角色，玩具却做成这样啊。OK， 那么将近200条素材还是非常折磨老牛的。同样的，看完了不要忘了一键3连啊！投币过500，下一期依旧给大伙整大活。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